我突然有一瞬間有一個很簡单的感觸，就是 OK， 從開始做劇場以來，其實受到很多人的照顧，受到很多人的稱讚跟支持。那些東西曾經是我覺得要緊緊握在手上，超重要的。這些東西好珍貴，好珍貴。可是我突然覺得，在那一瞬間，所有的人都離開你了，所有人都覺得說：“哇，你這個戲真是難看到極點。”然後開始對你人身攻擊、批評、吐口水。即便那個只是一小部分，還是有人很喜歡那個作品的。對，但人對批評怎麼講？你只看得到批評的人嘛？就100個人稱讚你，你只會在意那一個罵你的人嘛？是，真的很犯賤，真的很犯賤。所以那個時候卡在那一關過不去，然後就突然覺得說，那我從前很 care 那些其他人的稱讚，或是說其他人對我的稱讚、對我的讚美、對我作品的喜愛，跟此刻我面臨的這一件事情。我覺得好像再也就沒有什麼，對我來說那個意義突然變成零，因為沒有一個件事是真的吧。我曾經以為那些讚美、那些支持、那些喜好、喜愛是很真實的事情，可是我突然在那一瞬間發現，全部都是假的。這裡是只能喝酒的圖書館，一個出租成見、探索未知的地方。沒有，我剛才問易凱，就是說這出戲到底在演什麼？哦，對，然後他就說是有一種虛實之間的東西跟對之類的，就剛好很像我們最近在聊的。我剛瞬間很訝異啊，是嗎？對啊，我其實哇，我第一題我就沒料到是這個啊？為什麼？真的嗎？因為我沒有料到會是這樣破題。這樣破題 OK 啊？哦 ，OK， 沒有啊，不一定啊，我們這邊也有可能會剪掉啊，所以沒有，之類的。我覺得這樣破題 OK 啊。對啊，沒有，因为我剛才問易凱說這個劇在演什麼，然後他就說可能都是虛實之間的東西，靈感來源是從一個新聞記者寫了很多報道，但那個報道可能是他捏造出來虛構的，對，但是那個報道帶給人家很多正向的激勵 ，OK 之類的哦。那到了很多年之後，到底這個東西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哇！因為我們最近剛好在接觸一個藝術家，他所有談論的東西都是虛實。然後我對於虛實這個東西很有怎麼說？有一種我前幾天在聽他在聊他作品的時候啊，你知道那個在那個虛實之間，就有一種下體癢癢的感覺。那是什麼感覺？很奇妙的感覺。你有坐那個雲霄飛車嗎？有坐過雲霄飛車？有。然後他下來的時候，就是你會有那種下體癢癢的感覺。對。想尿尿的感覺，想尿尿的感覺，尿的感覺，哇，想尿尿的感覺，我比較可以。你說大怒神那種，那樣下來，對啊，就好像你整個人是被衝擊的，然後就是直接到腦門這樣，你會覺得，然後整個就是處在一種很奇妙的狀態。但我很喜歡這種狀態，就是到底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我記得我之前很喜歡看一個攝影師，他叫 Jeff Wall。然後他其實是一個美術老師，然後他是畫畫的，所以他的攝影作品不是傳統的那種攝影作品，是抓住那個 moment， 不是他所有東西都是塞好的。可是他那個塞好的很奇怪是，譬如他那個水潑出去有一個角度，他就光那個他就是要那個也是塞好的，就拍100次這樣。對哦。但他有希望大家看起來是很隨機的，可是其實他都是塞好的，他有這個意圖。對，所以很多人在討論他的作品，人生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到底什麼是虛，什麼是實，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然後他就放着，就讓人家一直發酵，就一直討論，一直討論，一直討論。所以我覺得对於那個真假，有時候像我们很多時候我們在看很多新聞事件的時候，對我來說也是啊，我就常常覺得說，我們好像沒有人最接近真相，即便是當事人，好像也都不見得看到的那個東西就是真的。因為畢竟都是很對一件事情，我們終究也只能用以主觀的自己來看那件事情的面向啊。對。可是其實像有一個影集就在講外遇這件事情。對。那
但搞不好你們都有看過，就是那個外遇的影集，就是好像他的 first part 就是老公的 perspective， 然後是一個故事我們就看完了，然後他 part 2突然是老婆的，part 3是那個情婦小三的，对，3段都不一樣我都想說 what the fuck， 我剛剛看的什麼東西，就是3段完全不同的故事，对，可是我覺得太妙了，太好了，因為真的大家對理解，特別是例如說對 flirting 這件事情，說男方的角度就很明顯就是說，那女生就是喜歡我啊。男生的角度就也是這樣子，可是變成是那個女生被 flirt 的那個女生的時候，她是充滿厭惡的。可是我覺得哇，這個很好玩，這個跟那個每個人的記憶，就是記憶很不可靠這件事情一樣，是，記憶很不可靠，隨着時間的關係，就會一段不斷，所以記憶變成是一個最大的謊言，這樣子。對，那你這一出戲，你最初你想要寫這個戲的這個。初衷就是你的，也不是說初衷，就是你的那個概念，就是發芽的那個點在哪裡啊？除了剛剛講那個新聞故事之外啊，我覺得因為剛聽大家在那邊講，我突然回想到為什麼會對於真假虛實這件事情有這麼大的感慨，其實還蠻單純的，就是因為其實這是我有拍在我們那個宣傳片裡面，我們那個宣傳片《花惹炮》裡面的第一個，我就主持人就會問說，聽說是當初做的天書被罵得很慘，對，所以要離開，這樣。那其實那個時候的確是在網絡上面是有一派是真的是罵得很慘。那我覺得那個經驗對我來說很珍貴，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好像還沒有那麼，我覺得我好像是走在很前面被罵的這個狀態，這樣。然後我覺得我那個時候的確是太脆弱，的確是被環境保護得很好，因為從前你做一個戲，那頂多就是一個劇評會跟你講說，蔡福章的作品過於通俗啊，或者是說譁眾取寵啊，頂多就是這樣給你個一兩句講，這樣看一看，那也就過去了。可是那個時候天書這個作品是好像可能也跟網絡的發達越來越有關係啊，匿名的批判文化也越來越盛行有關係，所以我記得那個時候其實我是不看那些評論的，是因為好像太多篇了，太多篇，然後到朋友都会來問我，就是一些不長眼的朋友会来問我說，最近還好不長眼的朋友這樣子，對，我覺得夠長眼的就不會問，然後他就會來問，然後當然就會引發我們這種人的好奇心，我就會上去看。但說實話，那個時候我看了，真的非常受傷。受傷不是那種對於說劇本很爛或什麼的，因為我們戲劇系的早就被罵習慣了，就是這劇本這爛戲廢戲重寫，我們太習慣了。或者說演那麼爛，再來這個我們都很 OK。但那個時候已經偏激到就針對我個人，這樣，那我那個時候的確有一關過不去，我會覺得說，我也只不過就是做一件藝術作品，那我需要因為做這件事情被你們這樣的人如此惡意的人身攻擊嗎？不需要吧。那個時候這一關過不去，現在其實很可以笑看，但小時候真的過不去。小時候也不過就是也6年前了，所以那個時候我突然有一瞬間有一個很簡单的感觸，就是 OK， 從開始做劇場以來，其實受到很多人的照顧，受到很多人的稱讚跟支持，那些東西曾經是我覺得要緊緊握在手上，超重要的，這些東西好珍貴，好珍貴。可是我突然覺得在那一瞬間，所有的人都離開你了，所有人都觉得說，哇，你這個戲真是難看到極點，然後開始對你人身攻擊、批評、吐口水。即便那個只是一小部分，還是有人很喜歡那個作品的，對。但人對批評怎麼講？你只看得到批評的人嘛，就100個人稱讚你，你只會在意那一個罵你的人嘛，是，真的很犯賤，真的很犯賤。所以那個時候卡在那一關過不去。然後就突然覺得說，那我從前很 care 那些其他人的稱讚，或是說其他人對我的稱讚、對我的讚美、對我作品的喜愛，跟此刻我面臨的這一件事情，我覺得好像再也就沒有什麼，對我來說那個意義突然變成零，因為沒有一個件事是真的吧。我曾經以為那些讚美、那些支持、那些喜好、喜愛是很真實的事情，可是我突然在那一瞬間發現，全部都是假的。或許那個時候想法太偏激了，但我那個時候就覺得都是假的。那如果都是假的話，我幹嘛那麼 care 所有的事情呢？算了，
這樣。我們這種我也不曉得歸咎為哪個星座啊，我超愛歸咎星座的，反正某一個星，歸咎他的星啊，某一個 whatever 就是這種，我們就是要找個理由給，因為对一个根据我的星盘顯示，我就是一個很會逃的人，我就是一個不愛解釋的人，我會覺得，其實這件事情 Annie 有跟我討論過，他那時候好像跟我講說，為什麼你不出來為自己解釋一下？可是我真的是不是解釋的個性。我覺得這可能跟我可能怕麻煩，跟我可能，我覺得這跟驕傲有沒有關係，我是不曉得，因為我會真心的認為，懂我的人我就不用解釋了，那我不想要跟不懂我的人浪費時間解釋，更何況我根本不知道你誰，是不知道你誰，而且解釋也沒有用啊。對，而且你知道那個周星馳都不解釋的，周星馳不管怎麼被罵，周星馳從來不出來解釋。其實我現在回頭想都會覺得說，拜託，那個時候罵你的人也不過才10幾個，玻璃心、神經病。可是那個時候真的不會這麼覺得，那個時候覺得全世界都在罵我。但沒辦法嘛，沒經驗，所以我後來看，我覺得好珍貴哦。我好謝謝是那個時候讓我遇到這件事情，那也因為那個時候剛好遇到這件事情，然後剛好因緣際會，我那個時候本來就有計劃要離開一陣子，這樣，所以讓我活生生的賺到2年疫情前，我其實是在世界各地到處跑。那時候去了哪裡？我那時候去了，超多我要一個一個列出來。不，隨便講幾個地方。去了很多地方駐村啊，例如說冰島啊，然後去冰島駐村，聽起來好嗨啊，很嗨。因為嗨感是不一樣的，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去冰島，然後我去駐村那個小鎮叫做，我可能會念錯啊，會冰島文請見諒，叫做 Skagastrom， 那個小鎮是冰島西北邊的一個小鎮，然後它只有497個人，這樣，哇塞，497，很少真的就是497個人，然後這是一個太怪的體驗，因為我去之前我都把自己。我覺得這很弔詭，就是我實在人真的很容易設限自己。我去之前會把我自己定義成是一個 city person，我覺得我一定需要生活很便利，因為其實我是不會開車的人，所以如果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不行的城市，我根本連看都看不上，因為我會覺得說我不想要當廢物，這樣，所以我一定要交通很方便的地方，我才會考慮說我要不要住在那裡這樣子，所以。那美國一堆城市都沒有嘛，對，所以要開車都一定要開車。然後冰島你不用想了，就是這樣。所以我一開始就覺得說，好，因為我們那駐村還好，就是1個月。當我想說我完蛋了，我一定去3天，我就很想死。我那時候就覺得我一定會是這樣。結果沒想到我去那邊的第1天，我真的整個人我就瘋狂愛上了那個地方。然後我覺得那個是很微妙的事情，就是。我覺得我很感謝冰島，因為冰島讓我第一次找到跟這個大自然的連結。其實平常在台灣啊，或是平常在其他國家的在戶外也會有類似這樣的感動。可是冰島是讓我全方面，我好像有一個從未被打開的面向，在那裡完全敞開。那個敞開的程度是，我真的認真的覺得我感受得到大地在呼吸，我感覺到那個地上的苔原。我還記得很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要踩到那個苔原之後，我是下意識的反應，我就這樣子總算到這個地方了，一片那個火山岩，然後有長苔的那個苔原，然後我就這樣踏上去。我踏上去的第一個時間是，sorry， 對不起，我直覺跟他講話說，抱歉，我要踩在你上面，不好意思。然後我講完之後才覺得說，我是哪裡有病？可是沒有啊，的確啊，我謝謝你願意讓我踩在你上面，謝謝你。付出了這麼多，經歷了這麼多，這麼安靜的躺在那裡陪着我們，然後我今天何德能？天哪，還沒醉就已經成語失能了，何德何能可以踏在這邊，然後跟着你一起看着這個夕陽。所以在冰島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整個天空的顏色、海的顏色、大自然就是看不膩，從來沒有一刻是無聊的。跟我想的完全相反，然後也因為那個小鎮只有497個人，然後剛好我在那邊做的那個計劃是田調家族歷史，我就去訪問他們很多家庭，他們為什麼會移民來這裡？因為497個還是有移民家庭哦，就是有像例如有一對夫妻是從德國移民到那邊的，
等等之類的這樣。然後透過那些訪問的過程，也跟裡面的一些村民建立了一些關係。例如他們很多人都是漁民啊，所以我就跟某一個漁民，我就跟他講說，我可不可以跟你去捕魚？我聽起來很嗨，是很慘，很慘，因為我本來以為是可以很帥的這樣子捕魚，然後看他們這樣，然後就還拍照、做記錄幹嘛的。City Boy 跑去船上，哇塞！我真的是20分鐘之後我就一直吐，我吐到暈倒，我甚至暈倒在船上，好慘哦。然後等我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差不多他的魚都已經捕完了，然後在那邊殺魚這樣。然後我看到殺魚，我起來要繼續拍，然後聞到那個味道又再吐了一次，然後又暈倒，然後醒過來我已經到岸上了。這是什麼捕魚技？這是我非常驕傲的救命的心得。這樣就是要跟他們去捕魚啊，就是像這種啊，或者是說。我覺得那個小鎮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很特別。其實我發現我是很喜歡的，因為例如說他們那個德國的夫婦啊，我們就訪問完之後，然後他就說，哦，他們剛好要去度假，你可不可以來幫我們餵貓咪？我說好啊，所以他就把他們家裡鑰匙什麼給我，我就每天去家裡餵貓，這樣，然後就坐在他們家裡，然後陪貓咪這樣子。我都覺得這些事情都好好哦，就是平常很單純的東西，很單純，很單純的。然後对，這個觀念是很重要，因為我覺得經歷了這麼多，也沒有那麼多啦，但就是這幾年下來，我越來越向往的一個感覺就是純粹。我覺得純粹這件事情，反而是我現在最追求的。我已經老了，就是不追求什麼轟轟烈烈，可是我對純粹很向往。我那天在另外一個節目才跟主持人聊到這件事情，因為我也沒有想過，可是後來我才發現，哦，對，我喜歡的其實是這個。我想這個純粹就是說，我是完完全全可以接受交筆友4-5年不見面的那一種。我就算不知道他是什麼性別，長什麼樣子，我都無所謂，因為我喜歡這個純粹。我覺得說，如果兩個人之間的相處可以沒有目的性的話，那好美哦。所以对你來說，什麼是純粹呢？就是沒有目的性，就我今天沒有要從你身上得到什麼，你也不一定要你也沒有什麼可以從我身上得到的。可能我覺得這是為什麼我也一直很喜歡旅行吧，因為旅行的時候等於是他真的完全不認識我啊。那因為在台灣當然也不是說大家都認識我，而是說因為在劇場嘛，劇場圈子又很小，所以其實你已經很難遇到，在劇場圈裡面你已經很難遇到完全不認識你是誰的人了。那當一個人知道你是誰，他看過你的作品，他已經很難用一張白紙的狀態來看你。所以我現在會很珍惜那個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誰。然後我覺得那樣子的情況之下建立的某種友誼，是我現在很向往的。所以一種很平等的感覺。對，我不是因為知道說，你導過很多戲耶，我看過你的戲耶，哇，這個很有才華，我就開始來。我說我聽過兩位的節目耶，他們節目很紅耶，我今天來看到你們，這樣，我覺得那個東西，我覺得在所難免，但我就是因為在所難免，所以我很向往那個純粹，是這樣。所以我之前有一個經驗是在德國的劇場去做實習生的時候，我就感受到那個純粹，因為我就等於是一個台灣亞洲人進去那個德國的劇院啊，因為沒有人認識我嘛，所以那時候說實話了，蠻多人對我蠻不屑的。那個不屑是說，那個不屑不是惡意哦，他們人都是基本上人沒有什麼太壞的，這樣在那個劇院裡面。可是那個不屑就是說，我今天不會因為看到你會覺得說，Hello 你好嗎？不會特別的起一個勁兒來跟你打招呼，就很容易就消失不見了，因為畢竟你對他們就是一個 nobody， 對啊，這樣。那其實我對這件事是非常 OK 的，因為我覺得這樣也輕鬆，因為我很討厭 social， 所以你不理我，我也可以不理你，很爽，這樣。但就在那樣子的一個界面之下，有一個人，就是我們那一出戲的影像設計，他叫做班亞明。他就因為他之前在另外地方工作，他晚了1周進來，然後他一進來之後，他是唯一一個看得到我的人，這個我有點嚇到，真的感覺好像你是鬼似的，真的，我剛去的第1周啊，我真的就是都没有人看到你，没有人看得到，我就覺得，而且我參加開會，然後大家一開始就是看到一個亞洲面孔的時候，還會說講一下英文，就說好 OK 什麼 everyone， 然後我們這個計劃是怎麼樣？我們有一個實習生，你叫什麼名字？你就說我叫 Paul， 這樣，然後那個導演馬上就說 Paul， 你知道我們這個作品都是講德文的吧？我說我知道，那我們就用德文咯，然後就開始全部都講德文。那個時候我是德文很爛，我都聽不懂，所以才第一天的會議，我就站在那裡，我就
什麼都聽不懂啊，就好，摸摸鼻子這樣子。所以過了一周完全隱形的人生之後，突然被一個人莫名其妙的，他就是做那個制作，他已經跟那個 team 很熟，然後他一回來，他就注意到有一個人默默的坐在那裡。其實我覺得就是緣分嘛，有些人你們是那種看到一個人就是在一個 party 隨便，然後看到有一個人默默坐在那裡，你們是會特別過去跟那個坐在的人講話的人嗎？還是你們是會？我會啊，因為有些人是我最喜歡跟就是落單的，不知道自己要幹嘛，很尷尬，沒有辦法融入這個環境的人聊天。我是那個默默坐在那裡的人。太好了，我覺得這個搭配很好。因為我一定是默默坐在那裡，對，你是默默坐在那裡，永遠坐在那裡啊。那我也覺得說，我也自我檢討，我們天蠍座蠻會自我檢討，就是說，就是我覺得那可能跟我老三的個性有關係，因為老幺太被長輩疼了，什麼事情都不用我們主動要什麼，通常就會給你了。所以我自己在檢討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然一定還有其他的。那總之我就是會就坐在那裡，然後也沒有關係，就不用social什麼的。那班亞明就會過來打招呼，然後他第一次跟我打招呼的時候，他問了我很多個人的問題，說哦，所以你是從哪裡來的？那你之前是學什麼的？或什麼的？然後我其實很不習慣，我想說，會有人這樣莫名其妙對一個人好奇哦，但其實你們也是好奇心很強的人嘛，所以其實是有啦。但我那個時候因為已經過了一整個禮拜隱形的生活，所以我突然有點覺得說，好奇怪哦的感覺。然後後來發現他是真的真心的，可能就像你的個性吧，就是他有注意到這個人，真心的好奇对，然後他也關心，因為他也注意到這個人其實是落單的，所以他就會。之後每天的排練啊，他就會跟我說：“哎，那胖，你來坐我旁邊，這個東西你熟悉嗎？”我說：“我不熟悉。”他是唯一一個從頭到尾都跟我講英文的人。講。那個時候是2018年的冬天，講。那現在2023年，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很 nice 的一個人啊。對，對，很溫暖的一個人。所以就是這種純粹吧。那這種純粹，當然在台灣也是有機會遇到的。那只是我覺得，可能在一個人在國外旅行更容易，會特別對，更容易會遇到這樣的狀況。這樣，所以我很珍惜這幾年有機會在旅行的時候有遇到的一些朋友。這樣，覺得有時候跟這種完全陌生的人，有時候更容易達到這種很純粹的東西。對啊，所以我剛才跟你講說，哦，要是陌生人的話就很完美。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對，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像我們，比如說我們自己身處在我們自己生活的都市的時候，我們自己有太多的牽绊，比如說我有小孩，我要去接，我有很多事情，我有忙不完的東西，所以我很多時候我看別人的時候，我就會說，哎，我現在只有10分鐘，所以我就沒有辦法跟你很真心的花很多時間去交流。但有時候我們去旅行的時候，就因為那完全是另外一個我沒有一定要做的事情，我沒有什麼東西，所以我就可以把我自己打得比較開一點，去跟人家做一些沒有目的性的交流。我現在唯一會做一個比較這個沒有目的性的交流，就是我只要每天如果是坐計程車或坐 Uber， 我就會上去就會問說，今天生意好不好？一上去就問他，然後我們就會開始一直從頭聊到尾，就聊這個台北的夜生活，現在晚上是不是都沒有人出來喝酒？然後這個林森北路最近生意好不好？然後就是完全是亂聊，然後你一個月可以這個跑多少錢，什麼之類的，然後我們就會去理解他這個跑計程車的生態。佩服你！我每天都在最怕的實驗室之一就是跟計程車司機。真的，我超愛跟他們聊天的，好好玩哦，好好玩啊！我覺得計程車司機的經歷都很豐富，可是大部分我坐計程車的時候，都是不要煩我，所以如果你跟我講話的話，我會生氣。反正我很難相處，對不起，我就是他特愛跟計程車司機聊天。你也愛嗎？我也會。我有時候你們不同，你們不管屬於什麼狀態都可以這樣哦。沒有，不是 always， 有時候你也會看，就一上車，因為我们上車就會跟計程車司機說，你好，然後你就可以從他的你好去判斷說他是可聊還是不可聊。有些人就很你知道 welcome， 就是你好，你知道蔡先生來，請上車那種你大概就可以跟他聊。有一些就是你說你好，然後沒有聲音的那種，那我就不會跟他聊了。我覺得可能有一個可能性是，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我越長越大，我在看，從我這個角度去看出去這整個世界，有時候覺得很虛。我覺得看多了這種很虛的，會心很累。那個心其實是你會覺得你好像每一次的跟人的交談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那種感覺，然後那個靈魂是好像你每一次沒有意義的交談會把你的靈魂掏空。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就會希望有一些比較實的東西，就會去追求這個，所以你對人的那個好奇心就會越來越大。那個大是，我好在看你的時候肯定是虛的，所以我想要越接近那個實，但是很肯定的一件事情是，我絕對沒有辦法最接近那個實，但是我就希望我們可以越來越趨近那個實。因為這個虛的數字實在太大了。真的，這個虛的數字實在太大了，所以那個靈魂是一直被掏空。那你總是要找一點實吧？對，稍微補滿一點點，可以讓它有一些的 balance。這樣子，你講這個我就想到，我們常年輕或者是以前，就是長大的過程，我們會去到很多場合，就是你被迫要跟很多人聊天，那個聊天的过程是大部分都言不及義吧？對呀，啊，对，大部分都是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然後你講完一個晚上，你也不知道你今天有什麼收穫，就完全不知道。對，所以後來我們有一陣子就講說，我們吃飯，如果跟朋友吃飯，我們不要超過4個或6個，就是超過這個數字的人我不要去，因為我根本我沒有辦法跟你有太多的對話或者深刻的聊天，所以那個東西就會讓你整個晚上聊完你會覺得整個人就是掏空了，然後大家都在講一些很表面的東西。那個東西其實对自己是一個很消耗了，有時候是很消耗，你會感覺到你的靈魂並沒有飽滿。我完全贊成啊！這是為什麼我其實很不喜歡 party，因為我就打從心裡，因為我非常知道我最多能夠 handle 一個空間的人，大概最多就3個人，3個人我已經會有點崩了。我很喜歡1對1的聊天，對，那1對2也 OK， 3我是會有一點抖，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完全覺得在一個 party 裡面，我是不可能做到這件事情。然後我就會，我人生中很少覺得無聊，可是我在 party 裡面會覺得又尷尬又無聊。對，我大概就會坐個5分鐘之後，然後可能就喝個1杯我就走了。因為我一方面我也是對人是好奇的，可是我覺得我年紀越大，我愛自己的狀態越來越多，以至於我越來越尊重自己難相處的個性。所以除非我自己狀態很好，那我對人也是會很好奇，我搞不好也是會聽到計程車司機親切來問我，我就會不介意跟你聊個幾句啊，然後問一下說哪裡好玩啊，問他的意見或什麼的。但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狀態都不好。為什麼？对啊，怎麼樣？你怎麼樣感覺自己狀態不好？對，其實理由蠻爛的，就是因為我是一個睡不好的人啊。睡不好又淺眠，然後就會很累嘛。對，所以我剛才跟你們剛剛有跟你們講說，我絕對是現在是拒絕熬夜，原因就是因為我知道我要是熬夜的話，我的狀況會更差，然後那個差是我不喜歡的。你是不是那個腦力使用超載？我覺得是。那你跟他在同一個陣頭，他也是。有什麼東西有用？沒有，他也沒有用。Okay. 本來以為你有什麼妙方嘞，沒有，他目前還沒有找到妙方。我沒有妙方啊，因為他也是很貪心的人，就是他就是晚上半夜就會一直想一件事情，然後一直想，然後想到最後就睡不着這樣子。然後對啊，他捨不得。你是捨不得睡覺的人嗎？我不會，我是希望趕快睡，然後如果我能夠睡好的話，我就可以不用睡那麼久。然後就可以早點起床，我是喜歡早上的人啊，這樣可以理解啊。但是你知道，我前天就是36小時沒睡，真的。對，我不是故意不睡覺，我是躺在床上，眼睛一閉起來，一直在想，然後我就你知道那個腦袋的畫面就一直跑，然後它就是停不下來。我只要開始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時候，哇，那個完蛋了。
那肯定是有一個東西把你 hook 住，讓你放不下。我非常好奇所有人底層邏輯然後有一天就看陳進興就是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對，最後一定有一個原因。對，他有一天問我的問題就是他想要知道陳進興為什麼會變成陳進興。很有趣啊。我非常好奇每一個人，他一定有一個底層的邏輯。那我就很想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那你能夠接受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沒有原因的嗎？我覺得他會有這樣子的行為，他一定真的有一個底層邏輯。那個原因你可能會有很多綜合原因，譬如說原生家庭的影響，然後或者是他成長的過程，對，就是我覺得會有綜合性的一個底層邏輯，會有一個綜合性的原因。那我就會很好奇，一直想要去把它看完呢。所以超適合當 FBI 的。你不覺得人性很有趣嗎？是，對不对？我覺得我又開始分裂了。我覺得是為什麼你要開始分裂？因為我覺得我就是那種我知道人性很有趣，其實我也很喜歡，然後也很喜歡往下挖掘。可是因為我知道往下挖太恐怖了，我會先跳出来。我會想，我逃的速度比往下去鑽的速度快。我前幾天跟他講一件事，我說我20歲的時候就講過，說我這一輩子只想有一個信念，我想做一件事，找出這個世界愛的證明。我覺得我到現在目前為止，我覺得我對於人性好奇的底層邏輯，我都來自於這個信念。比如說我的虛的數字是很大的，所以我想要去找那個10。我覺得壞人不見得就真的是個壞人，他一定有一個底層邏輯。其實你剛剛講到愛這個字的時候，我剛剛本來就想要問你說，因為你剛剛說的確很多事情都可以找到它綜合的或是某些原因嘛。可是我覺得愛這件事情或許是世界上唯一的特例耶，就是它有些時候就是沒有原因，你找不出來為什麼。因為其實信裡面我们也有在討論這件事情啊。可能我自己已經先下了一個結論，就是我最向往的是一種最純粹的關係跟愛吧，這樣是，所以我就會全然相信這世界上有一種愛是沒有理由的。是因為不純粹的愛很累嗎？我只是純粹不喜歡那個 idea，因為我就覺得你覺得愛應該要是純粹的？就不一定是愛哦。我覺得所有的事情，如果都能夠變得純粹一點的話，會很好。因為從小到大，每一件事情都不純粹啊。對，從小到大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啊，很難。每一件呢，對啊，不管親子關係，就是沒有辦法很純粹的。對，有時候就是很難。是，但到底為什麼這麼難？沒有，其實不純粹也沒有，也不一定不好。我只是覺得生活當中周遭中實在有太多99.9%的事情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而去做的，為了想要得到什麼，所以我才做什麼。其實，在戲劇裡面也是這樣啊，是。而且講難聽一點，在戲劇裡面非這樣不可。不然可能會很難看，這是教科書上面說的、啊。就是說你如果可能會很難看，對，可能會很難看的，因為如果你這個角色沒有想要一個東西，他就不會做一個 action 去得到那個東西。那我坐在台下觀眾，我坐在電影院裡面，我幹嘛看一個連他自己要什麼都不知道的人？我幹嘛要 follow 你？我幹嘛要看一個廢人在那邊，就是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其實我們戲裡面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件事情，就是說，其實觀眾從來都沒有想要看到真的啊，從來都沒有。觀眾一直說他們想要看到一個很新的東西，從來沒有看過的東西，其實也不見得。觀眾其實想要看到一個他們好像不認得，但他們其實又認得的東西。就是會還是要有點熟悉感。對。那可能我覺得戲劇就是可能做劇場寫劇本也寫久了，也有時候就會無聊的叛逆，就會覺得說，所有的教科書跟你講說，每一個戲裡面的主角他都有一個旅程嘛，都有一個 journey 嘛。他從戲的一開始的 A 到戲的最後的 B 到 C 到 D， 他一定經歷了一個事情，他成長了。可是現實生活當中，最好每個人都會成長，不見得，大部分人都在原地嘛，不見得，原地打轉，還有倒退的，對，還有倒退的。那這種戲有人要看嗎？問號，搞不好有啦，就是一些比較品味特別的觀眾就會覺得，這很特別。可是大部分的戲都不會這樣寫，因為他要寫，因為他不能寫真相，真相沒有人要看。讓我想起那個北野武，
有一部那個電影叫做《阿基里斯與龜》，那他就非常非常的真實，就是他在講這個男人，然後他不見得不負責任，但是他幹盡了所有的瞎事，然後讓他的家庭非常的陷入一種很困難的境地這樣子。然後他從頭到尾，因為一般的電影就會到最後這個男人有覺醒啊，改變嘛，對不對？对，尤其是美國的，對，會特別北野武不這麼處理，他就讓他就是到底一路爛到底，他就一路爛到底，然後就 ending 了，他就 ending 了。那哇，我就覺得沒有，我就看完第一次之後，我就覺得說，哦，我喜歡這部電影。後來我就帶去給我朋友看，那他們是一群就是長輩，比我稍長一點點這樣。看完之後我就被罵，這麼爛的電影幹嘛叫我們看？什麼？然後就說這個男人爛死了，讓他的老婆怎樣，然後讓他的小孩什麼。我說可是這就是真實的啊，他就是真實的生活，他就是會這樣。就因為這個真實的生活就在我家，所以我沒有覺得說這件事情怎麼了嗎？他就是真實的生活。那的確是像你剛剛在講的，的確是很多人不太喜歡，他們還是喜歡看那些正面的哦。他有一個他本來很墮落，然後成長，然後改變，然後就怎麼樣，然後變得很好，這樣什麼之類的。這不是每一個人，那種有鼓勵的成分在裡面嘛？但真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是啊，但這也是戲劇某一種弔詭的力量吧？對某些人來說啦，就是你如果能夠在裡面看到一個你還沒有達到的，或者你可能知道自己達不到，但你又希望能夠達到的一種更美好的境地的話，你可能會被安慰到啦，會被鼓勵到啦。對啊，這樣總是需要有一點點出口。對某些人來說，藝術是這樣，但也謝謝那些某些藝術家，他也呈現了另外一種面貌。那我剛剛後來想要問一個問題，你覺得人沒有慾望了還是人嗎？不完整，我會覺得就不完整。我有一年在那個美國，就是去交換學者的時候，有遇到一個朋友，他呢遇到一個很恐怖的经歷，在 Boston， 他就是剛好他們家被歹徒入侵，就反正就很慘了，就那個歹徒就拿刀的，然後他為了要保護他的小孩，所以呢他就全身大概被劃了30-40刀。很恐怖，大失血了，送進醫院，然後他在医院整整躺了1年多，他才有辦法，就是正常的起來這樣走這樣子。然後那個時候他就來我們的系上，因為我們現在有時候會辦一些活動，這樣，然後就會邀請大家來體驗一些聲音啊，因為我那時候進修的是聲音跟演說的課，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會辦一些 workshop。那些 workshop 來，其實聲音跟演說是很重視身體的。然後有時候有一些接觸的，或什麼的這樣子。然後我後來就一整學期，我們就認識了，就越來越熟。然後我記得他跟我們熟了之後，他有跟我分享一個他的感慨，我那時候聽不太懂，可是后來我就比較明白他在講什麼。他說他已經很久沒有被碰到了，然後他也說他不曉得他這個想法好或不好，對或不對，他也不管，但他真的覺得被碰到的時候，他是經歷了那個創傷之後，他第一次身體有一個反應，不見得是生理反應，就是那個反應是他覺得他喜歡這個感覺，他又重新有一個慾望產生了，然後那一天他哭得很慘，因為他覺得他已經很久沒有這個感覺，然後反而是他重新又擁有了慾望這件事情之後，他覺得他又活過來了啊，又活過來，總算又恢復到从前那個狀態。所以你剛剛一講這件事情，我就馬上想到他跟我講這件事情，真的很有畫面感。你在問的那個慾望是哪一種慾望？我不曉得，就是各種吧。我沒有單純針對哪一種，我只是在感覺說，有時候，比如說我們要的東西是非常非常單純，它或許也是一種慾望，但它有的時候它也可能把其他的所有的慾望都摒除在外了。我只是常常在想慾望這件事情，對，因為我常常在看的是，我們很多人就是不管你剛剛講那個創傷或者是什麼，我們也可能經歷一個創傷，經歷一個挫折，然後我們就會把我們的某一些慾望關掉，然後慢慢的就會變成一個類似機器人的樣子，因為這樣子活着可能會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忽然有一天像你講被摸了一下，很有可能我忽然也覺得不一樣的感覺，我又活過來。所以什麼叫做活着呢？我常在想的是，活着是不是應該就要有各式各樣的慾望，還是我們要把我們的慾望，但慾望太多好像又很辛苦，因為慾望太多，你勢必是會追逐不完，或是得不到，然後你就很挫敗。那我們怎麼保持適度的慾望呢？尤其是當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我就是以前我小時候就會很多各種慾望嘛，我想要把妹，我想要幹嘛，我要打球，我要賺錢，我要在工作上成功。但慢慢的，你就會開始把這些慾望開始刪減哦，不要每個東西都一定要達到100分。可刪減是因為你覺得太多了，太多了，我 handle 不來，handle 不来。你還是很想要，只是对哇，对，这樣下去。对，但有时候這刪減會過頭嘛，就是刪到最後，就其實會把你自己封閉成一個好像就是真的是躲起來一個人獨處，然後就隱居到山上，然後就再也不跟任何人接觸那種感覺。然後可能過一陣子，你就會發現這樣不行，這樣再下去，我真的會變成一個就山頂洞人，還是什麼關係？因為有時候刪減啊，就是那個時候有那一刻的刪減，是會一下子就把很多東西就先切掉。對啊，然後再去試試看，我到底要不要這個，要不要那個？可是因為很多會刪，有時候是會刪過頭。我在講這有很多，像我們這個年紀，很多時候會刪過頭。我常在想，就是我今天是不是這個太無情了，太對這個世間太無情了，我都斷絕了很多，比如說關係的往來啊，或者是什麼東西。但說真的，能夠說刪就刪也是一個技能因為其實我其實不覺得我們能夠真的刪掉什麼，我覺得我們終究得回過來面對那件事情。這樣，如果那個慾望一直存在的話，因為我覺得刪掉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選擇，是這樣。可是最好是那麼容易切。其實，但我的確是遇過很會切的人像我金牛座的朋友，他們就是那種，如果我們現在在交往，然後我們決定要分手了，他是可以1秒鐘就切換到非情人模式，然後就是他可以就是完全沒有看到你，就是5秒鐘前然後我每次在跟他聊天的時候，我想說為什麼可以？因為我們是高中很好的朋友，然後他高中的時候跟我冷戰，然後天蠍座是蠻怕冷戰，我覺得我蠻怕冷戰，因為我想要直接把衝突解決掉，講完就好了。对，超怕這種冷戰事。然後这金牛座真的很會冷戰，抱歉得罪了金牛座聽眾朋友，但他是我很好的朋友。金牛座跟金牛座很好，硬是要解釋。反正就是因為高中又在同一間教室啊，可是他真的有辦法，就是這樣就坐在旁邊，然後我就這樣子，嗨，釋出善意，然後他就是可以。當作沒看到，沒聽到。他可以這樣掃到看你，然後就是這樣，沒有什麼，不存在。而且他的眼神是故意要讓你看到的。我他想要故意讓你看到他的冷淡。這我不曉得。但我們現在已經會變得很好了。對。但總之就是，我知道有一種人是切換自如的，然後這樣對他們來說也比較容易。這樣，那我是不行了，我覺得不可能了。這樣，所以回到剛剛那一題，就是說刪東西真的可以刪的就馬上這樣的話，或許那種個性的人他是可以辦得到的，但我知道我沒辦法，我這樣刪我只是暫時說服自己忘掉它，或者我可以，可是我知道我最終必須要再去面對這件事情，用在另外一個時間點，另外一種方式。的確，刪本來就很難啊，因為有情的人就很難。但是到底誰是無情的人？金牛座，開玩笑。金牛座，你們人都很好。今天是還在場沒有金牛座的OK，我們今天diss金牛座的，我就毀了我的一生。金牛座的聽眾朋友，突然腦中閃過好幾個金牛座，我們在想說，應該沒有人是無情的人，那只是說有情人有時候是對自己更有情，有些是感覺看起來對大家都很有情。但其實他是最無情的人。對啊，想到我認識很多這種人，忽然腦中閃過很多話，譬如說誰？金牛座，不要再說金牛座了，我好緊張哦。可是金牛座的慾望不是都很大嗎？我們現在開啟了一個唐綺陽老師的比較實際一點吧。這樣，
我開始亂講不行，哇，太恐怖了。你有沒有覺得啊？我們現在很喜歡聊星座，你知道我每一集我們幾乎都有聊到星座，对啊，都在聊星盤幾宮的，对，而且現在又聊得越來越細了。对，現在聊越來越細是這樣。對，我覺得那些就是平常大家不會注意到的星盤上面，反而現在會覺得很有趣，因為人畢竟是太複雜的一個生物，現在單純用12個星座來分，已經沒有辦法滿足大家了，就是那些東西太表面了。誰在跟我講說天蠍座就是愛記仇，我就把他殺了。果然就是說這個東西已經不實用了，對，不實用，露出那個面貌，但就是不是這個樣子啊，就是它有更多東西可以去探討。那我覺得是大家對於挖掘內在也越來越感興趣了。對，同意。那你覺得為什麼現在大家對於挖掘內在這件事情越来越有興趣？我刚第一個想到的是不是現在大家越來跟從前30年前或20年前比起來，我們是不是更勇敢一點做自己啊，或是比較關注自己的感受了？因為從前如果是那種大家庭啊、農業社會或什麼的，你所做的一切付出都是為了別人啊，你沒有為自己活的概念吧？雖然我也沒有辦法代表那些人說話，可是鄉土劇都是這樣演的嘛，就是媽媽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孩子啊，所有的事情就是為了其他人啊，媽媽都不會想到自己的事情的。對，犧牲奉獻是一種美德嘛。對，就一定是這個樣子。可是現在就是可能也跟網絡有關係吧，就是我們現在越花越多時間跟手機啊，我們那麼少跟別人互動，所以本來這整個行為就已經是慢慢往內了，所以所有的關注，所有的什麼，而我們現在而且一直受到西方的鼓勵嘛，就是你要做自己，你要愛你自己，你要什麼的，所以那種 individualism 可能會越來越多吧，我自己覺得 individualism， 所以個人主義抬頭。那我是因為本來就很好奇。本來我們天蠍座對於神秘學就是會非常好奇，所以我沒有想太多這種，就本來就覺得哇好玄妙，因為小時候也很喜歡看星星，天上的那一種，就是會覺得很浪漫，覺得這個光線要透過這麼久的時間會傳到我的眼裡，這件事情我就覺得已經很浪漫了。然後有一些東西在這麼遠的地方，我們其實是這麼小的這件事情，就覺得太不可思議了。然後星星的運作，月亮、星球、星體的運作竟然可以這麼微妙的影響到一個人的個性 ，What the fuck？ 越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我覺得越美好，越有興趣，這樣，所以就更想要知道多一點。我自己是這樣，我也會，我對於神秘的東西會越來越，就是也很，我很喜歡看考古節目，你知道嗎？對，它超妙的，因為它越久遠，然後越神秘的，我就越有興趣。對啊，我對神秘的事情一點都沒有興趣。我真的有一點，我從小就對那種什麼宇宙黑洞、外太空什麼，然後可是我好有各種這種什麼千古懸案，一點興趣都沒有。就是說你沒有辦法解開那個懸案就算啦。對，因為我糾結呢，對，解不開啊。對，不是因為可能我射手座就這樣吧？不是，我知道，不知道，因為可能我看了我就想要解開吧。我不曉得，我覺得我对那種無解的謎題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我覺得我存在就應該就是要去解那些東西的。無解。所以說，如果你知道那件事情其實是有機會解開的，我會變得更比任何人更投入。可是如果你知道它已經無解了，何必解？对，我就不会想要。那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看到一個路上有一個東西是你知道你根本買不起的，你還會想要看它嗎？不會啊。會看 OK 啊，看沒有，我有沒有一定要擁有啊？看 OK 啊。因為你剛剛那樣講，我想到這件事情是，我不看我買不起的東西啊，因為我知道怕你喜歡，但我知道我買不起，我就連看的興趣都沒有。我不知道，我沒什麼物欲，我的物欲應該也還好。所以你們現在的手機是什麼？我 iPhone 8，你也是8？我12，因為我的8被我一屁股坐壞了，所以沒辦法，只好買一台新的，不然我應該也是。所以你們其實不常拍小孩，不想拍座機，小孩會，小孩還可以。那其實應該蠻常會需要拍照，對啊，會。那不會想說如果能夠用好一點的相機來拍女兒的話，那應該更好。會不會有這種想法？還是也不會？會希望好一點的相機，但沒有一定要。因為你看牆上這些都我拍的嘛，然後你去看這些相機是什麼？那時候是我去南美洲。然後聽說那邊很危險，所以我就帶那個 Canon 的最便宜的相機，
加上那個 kit lens， 就是最爛的，就是它可能2-3萬塊就可以整組的那種去拍，拍完也是這樣子啊。所以相機貴不貴？因為我也有很貴的相機啊，比如說加起來一整組10萬的，但我後來發現我根本不會帶出去，比如說家人吃飯，我不會帶這麼一大台，嚇死誰？後來都是手機這樣，快拿出來快就好。那你那個時候去南美洲的哪裡？秘魯、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跟巴西，我去很久了，我去大概快一年吧。哇，好去玩，好好哦。那你没有去嗎？他没有，那时候他还不認識他，那時候还不認識他啊。那時候28歲的時候。那你會講西班牙文嗎？或葡萄牙文嗎？去的時候不會，後來發現不行，因為混不下去。對，然後去那邊就在路邊學1個禮拜就可以點菜了，可以生活了。然後後來又再學1個禮拜，又可以跟大家聊天。學到第3個禮拜，其實已經可以跟人家聊你大學畢業想要做什麼，1個月收入多少錢。怎麼可能？可以，其實可以，因為其實還是英文，我英文還行，所以其實混一混就是，反正很多就，當你真的完全講不出來，就比手畫腳，我覺得大家都聽得懂。就你夠不要臉的時候，其實大家都聽得懂。所以後來我其實，在南美洲混了1年，就是3個禮拜的西班牙文。我覺得好吧，我覺得好厲害哦。因為我德文學了1年，德文很難，西班牙文也很難呢。但我覺得要有環境啦，就是我覺得在台灣，对，我如果在台灣學西班牙文，我也覺得我不會學太好。但是因為在那邊每天一起床就一定要講，而且他們又不會講英文，對，然後你就根本就硬擠，所以你的腦袋就會變成西班牙文模式，不包含文法，就是你會一醒來就要講這個話，這個絕對是最快的。每天都在想這些事情。後來我們會去當地買報紙來看啊，查單字，然後查文法，然後我就會問當地人說：“為什麼這個文法是這樣？明明不是那樣。”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就這樣講。”很好笑，他們也說不出來。是啊，但我後來去想說，如果有人問我說中文為什麼這樣講，我說：“我也不知道，我們從小都這樣講。”就對啊，沒有辦法解釋啊。那你那時候有去利馬嗎？有啊，利馬超危險的啊，其實。對，利馬其實是超級危險。它這個，其實我很喜歡我很喜歡南美洲。利馬我那時候有去找一個台灣人，然後他後來輾轉到美國做生意，後來到秘魯做生意，然後他現在有6座金礦，然後跟10幾間賭場，然後他老婆是西班牙人。你說在秘魯？在秘魯的，對，這些他是做金礦跟賭場的，对。你們有在聯絡嗎？後來就比較沒有，但是我那時候去是住他家啦，因為是朋友的朋友，我住他家。我說我可以出去晃一晃嘛，他說可以，然後就叫一個保鏢帶我出去，然後保鏢就拿了一把槍，就是隨身攜帶。然後我就你知道，我說需要帶槍嗎？他說要，他說我們去的地方很危險。因為貧富差距太大了，我的解釋是這樣，有點，而且那時候是20年前，差不多，大概沒有到20，17、18年前的啊。那個保鏢就真的這樣陪你逛1天哦？他就去帶我去看，譬如說貧民窟啊，帶我去看哪裡啊，然後他會跟我說，等一下這裡非常危險，你先等我下去一下什麼之類的，然後就從駕駛座的那個。前面那個抽屜就拿得出一把槍，插在腰間，就出去先可能跟當地的人先講一講，說，我有個重要貴賓要來，你幫我旁邊看一看什麼之類的。那我就覺得有這麼恐怖嗎？因為我這輩子是沒有去過什麼真的危險的地方，所以忽然覺得他們都那麼謹慎，當地人都那麼謹慎，我覺得應該是真的很危險。突然間有點像大哥那種，但是那個危險不是說你會一下去你就會感受到那個危險，它的危險是你看起來它就很正常，比如說就很像你去到9份的一個小村落，然後去到哪裡金瓜石，然後大家就看見小孩在街上踢球啊，看起來都很自然跟正常，直到你被槍指着頭的那一刻，你都不會知道這裡很危險，那種感覺，或者你被搶了，你才會知道說，真的有點危險。你都沒有想要去哦？南美洲現在還好，因為你剛剛在講說那個物欲很低這件事情啊，就物欲啊，我就在想說，我會花錢去旅行，會嗎？我會，我覺得我錢可以拿來旅行。
可是好像買東西我就不會。那你旅行裡面最重視的環節是什麼？就是說有人一定要吃最好的，那有人吃什麼隨便吃，可是我一定要住很好的。我沒有，也都没有。我没有，我想要去那邊不管幾天，但是我就想要第一天我就是生活在那裡的人的那種感觉。哦，对，就是我不要住那種很好的飯店的那种，我没有很喜歡。可是我如果去，我就希望我可以去體驗他們怎麼生活這件事情。對，我也很喜歡這個 idea， 所以我曾經有一度旅行的做法。是我只要每到一個新的城市，我就去他們的游泳池游泳。哦，這個聽起來很厲害啊！有，這個可以， okay, 就很 local 的感覺 ，local 的，對，很 local 会做的事情。誰會那麼無聊？我都到 Paris 我去選一些，就是他們平常市民會去公共游泳池，有阿嬤啊，什麼阿公啊，在那邊的這一種。這個讚呢？哦，這個不錯 idea 哦。這個 idea 很好，下次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第一件事就先去。這個靈感其實來自於冰島了，因為冰島他們的什麼三溫暖啊、sauna 或游泳池啊，是他們生活當中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因為很冷吧，所以能夠有機會泡着熱熱的都很好。對。然後因為他們所有的台灣可能很多那種商業的案子啊，什麼飯局啊，或者都是在餐廳裡面談成的，他們都是在三溫暖啊，坦誠相見的時候，對，泡在裡面的時候開始談生意，然後開始談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所以太多事情在裡面發生。所以我們在冰島的時候，連我們那個只有497個人的地方，都還有2座三溫暖提供給居民可以在那邊。對，居民就是這麼小的地方，到底是對，就還是有這些東西提供給居民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其實很多地方的文化真的會選擇在類似那樣的一個地方去做，我覺得很有趣。所以後來就有那一陣子比較常在歐洲的時候就有這個習慣，這樣到柏林也會去他們的游泳池，到 Paris 他們游泳池，到其他小地方就會想說，他們這邊的人平常都會做什麼事情？因為我也很迷戀那種，對，雖然聽起來有點自以為是，可是也會很希望自己到一個地方，就是過當地人的生活。對啊，實際上還是有點難度啦，可是還是有點難度，但是就是其實是有機會，但如果你待的時間夠長，其實是真的可以，就是 live like a local， 就你知道，就真的像我去秘魯的時候，去那個 Cusco， 然後我就常常坐在他們那種，他們都以前西班牙殖民都會有那種大的廣場嘛，我就常常坐在廣場旁邊，然後有穿得很破爛，然後穿個短褲拖鞋吊杆兒，背個背包，然後我就穿得很破爛坐在路邊，然後有時候就會路邊就會看到其他人，然後就跟他們聊天，就天南地北的聊，就像我們现在這樣聊天，然後就聊你做什麼的，你以前念什麼的，然後就開始聊你們大學畢業多少錢？那你未來想要幹嘛？之類的，就開始聊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話，這樣子。那我覺得很棒啊。還會跟人家聊夢想這件事嗎？過了這個年紀，會還會？那很不容易耶，真的哦。因為你們剛剛說你們有來看 Return 嘛？對。然後我記得我有一次，因為 Return 他重演了很多次，對。然後因為我們是2011年首演，然後我們2013年、2014年都有在演。然後我記得後面有在排戲的時候，如果你們依稀有點印象的話，其實有一場戲是女主角跟男主角在芭蕾舞的教室坐在那邊，然後他們第一次見面，因為一場可愛的意外，他們遇見了，然後男主角就把他做的糕點給女主角吃，女主角就覺得太好吃了吧，你自己这是你做的嗎？我說對啊，那你應該要自己開店啊，你為什麼不自己做？然後男生就覺得說，可是我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我不太確定。女主角就鼓勵他說，你一定要，這太好吃了，肯定會賣的。這樣，那就是因為這個簡單的事情激勵了那個男主角，之後開了一間 bakery。好，我的重點是，他們裡面有一個對話是，男主角就講說，你知道嗎？開一間 bakery 是我最大的夢想。有，記得了。然後女主角就邊吃那個糕點邊說，我最大的夢想啊，就是我要把芭蕾舞跳得很好，然後我要跟那些舞團去歐洲到處巡迴，這樣。然後約莫是這出戲首演完之後的4-5年重新排，然後我坐在旁邊排練場，看到那邊的時候，我突然心中有一個悵然跟悸動，是說，我突然發現我已經很久沒有談夢想了。我好像有一個瞬間是，我已經很久沒有跟人家聊說，我的夢想就是我可以怎麼樣，就這件事情已經沒有存在我生活了耶。我那時候突然覺得好恐怖哦。夢想是
年輕人的專利嗎？當然不是嘛。可是真的是只有在很年輕的時候，我們會很大膽的做夢，會跟人家講，敢講。對，會講出來。我以後就是要到紐約讀書啊！我記得就是第一次去紐約玩回來之後，我就說以後一定要去 NYU。好，我沒有去。對不起，不是念紐約大學的沒有得罪的意思，但就是說，就是那個時候真的會覺得說我非 NYU 念不可，就會跟他講說紐約才是我以後想要住的地方。對，就是這些東西。以前可以很大膽的講出來，我想要成為世界上最棒的演員，最棒的舞台劇的演員，我想要跟其他人一樣站在那個舞台上面。跟白人一樣，什麼夢想？就是這種。然後那一次在看 Return 在排的時候，我突然就覺得，哇，我是哪裡有問題啊？我的人生哪裡出了問題了？我好像離那件事情好遠了。我還是蠻常講的。那你現在最大的夢想是什麼？我覺得分短中期，就是我有短中期的夢想。他你是不是每天都在那邊每天都在那邊計劃？也不是可是我不曉得為什麼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我好像沒有停止過這件事我覺得很好啊。可是我必須說一件事，就是其實我蠻常受傷的，就是說。因為到我這樣子的年紀，我的朋友一定也，某種程度上也跟我差不多年紀，所以其實的確就是在我這樣子的年紀，再繼續談夢想，或是應該是說繼續談理想這件事情，大家是會用一種你很幼稚，或是你過於天真的眼光在看你的，所以。我一直到去年，我還是在做這件事情。然後我其實有時候是會受傷的。对，你受傷是那些人給你的眼光，跟他們的 feedback 對，就是或許我現在的我還很小，就是我可能真的沒有那麼有名，或者是我可能。基礎並沒有像別人的這麼好，但是我想要做到那兒，大部分的人就是覺得不可能，他們的 feedback 就大概就是這種，就是痴人說夢，小孩開大車吧。你什麼等等之類的，就是我有這種朋友啊。對，你在這裡是不是？我覺得都難免了，就是對啊。但其實你不是才18歲嗎？沒有，我25。25你現在25。OK。講到這個，我剛其實有想到一件事情是，你們有沒有覺得，我們先暫時把我們歸類成同一個 generation，所以我們在開之前有這個討論，同一個就是幹嘛？有一個激烈的長輩與否的討論。長輩誰是長輩？就是我曾經有一度的感覺是，我覺得我們這個 generation 有一種特別的現象是，即便我們生理年齡到了40，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心態是很年輕的，是很30的，就是跟其他人、跟其他的 generation 比起來，我覺得我們好像心理成長的速度趕不上生理的成長。我自己有這個感覺。我覺得我們可能是不一樣的，不同的世代。應該是說我覺得啦，我覺得我不是不同的世代，應該是說絕大多數的人他們是趕得上的。我覺得或許他們在應該是說絕大多數人在這個部分是調適的比較好的之類的，而且其實傷感哦，我們是調適的比較不好的，應該是對，而且他們常常會說。哎，我都40了，這種，我常常聽到，該做什麼做什麼，對，該幹嘛幹嘛，這樣馬上翻白眼，對，然後我就會覺得說，為什麼？對，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對啊，我常常跟他提啊，我就說，其實我覺得人本來就是要越活越年輕啊，真的啊，你看我44了，然後怎麼了？我心理年齡25。我完全相信啊，對啊，因為這是我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它真的就是這麼幼稚。所謂的幼稚不是負面的，是說真的就還是停留在那個時候嘛，對啊，就沒有因為外在的歲數啊，
好了，實際也就像你講的，就是沒跟上嘛。對，沒跟上，沒跟上。但我覺得那個你剛剛講那個蔡伯剛剛講那個很有趣，就是為什麼我們到一個年紀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做一些比較所謂 bold statement， 就是比較大膽的說，我就是要幹嘛，我要去紐約，還是因為我們已經到一個年紀了，所以其實去紐約對我們也不是難了嘛，所以我們講的也會更大。但是，這個更大聽起來就更荒謬，還是因為其實我們膽子變小了，我們不敢講那種我們根本沒有把握做得到、做不到的事情。我常常在想這個。我其實在看的是人，其實啊，越來越老是事實。可是越活越實際。越活越實際。因為生活你每天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所以人其實越來越老，他會活得越來越實際。所以做夢這件事情會越來越遠。我看到的是這樣。所以他們會就實際面去看這個應該要怎麼做。那我從來就不是這樣子的人。我從來就不，我都是倒過來的。我是倒過來，我先把夢做到那兒。然後再回過頭來去看。我怎麼一步一步走到那兒？我是倒過來的，所以我只能說我常常受傷，可是我好像也沒停止做夢。那些你身邊的人認為很實際，本來在這個年齡就應該要做的事情，對你來說那些事情是什麼？你也覺得應該要做，還是說你從來都不認為那些事情是你現在這個歲數要做的？應該是說。我不相信他們講的那一套，因為他們那一套大概就是社會框架給他們的，然後他們去學習來的，別人去告訴他說應該要怎麼做，因為這個實際其實是學習來的。但這些實際，它之所以實際，而且你也用實際來形容它，是不是代表你也認為事實就是這樣？就是說你的確要擔心房租怎麼來啊，當然你的確要擔心說小朋友的教育要怎麼樣啊，這些事情它很遺憾的，它就存在着嘛。是，那所以這些東西。如果你不像其他你的朋友那樣講的，用這麼實際的態度去面對這些事實的話，那你怎麼面對它？我一直有一個想法，是我常常也拿出來講的，就是一定有別的可能性。就是你相信有別的可能性。我絕對相信有別的可能性，因為我常常說，我從來都沒有在追求人生的極限，我在追求人生所有的可能性。他一定有別的方式，他一定有別的做法，不是只有你們說的那個做法，因為你們說的那個做法是千篇一律的。我為什麼只能用這樣子的做法？我不覺得。我就想要去 try。我相信有一天，就是我有這個信，我就有因為帶着這個相信，然後就一直去試，一直去試，一直去試。我相信有一天，它總是會被我踹出來的。就算客觀條件看起來似乎都不允许，對，看起來我的能力跟收入都沒有辦法支撐你這個夢想，但你還是會想說，說不定我有一天可以有機會幹一個什麼之類的什麼事這樣的啊。因為你永遠相信會有可能性，所以是不是代表說你也永遠不可能會有？因為我本來想說那你都試過了之後，你發現不行，你是不是也會欣然的放下的那種個性？不會，你就是相信不可能，它總會有另外一個新的可能性，只是我還沒有找到而已，我繼續找。對啊，這樣對因為我不相信方法只有一種。我不信，我也不信套路只有一種。那你人生当中有什麼東西是非要不可的嗎？例如說，你今天想要在這邊做一個這種 solo 的 performance， 這個就是我非要不可啊。是嗎？我18年開始想到現在，我2023年才開始執行。讀到一半，我忽然覺得我們很像那個即興的那個表演者。只是我們是靠講話在表演的。真的是啊。他就是完全就是 free jam， 然後就3個人，然後就是我們今天就坐下來，然後沒有腳本，然後大家就想辦法弄出一点什麼東西來。真的。对，我真的覺得主持一個節目就是一個表演，可是講表演定義不一樣。所以我每次錄完我自己的節目，都錄一集我就會虛脫，我那天回去就是整，就好像演完一個表演。可是並不是說我剛跟來賓的互動都是假的，完全都是真情流露的互動。可是我就覺得他就是我就演了一场戏，我做了一個完整的演出，我需要休息，真的好累。所以我剛才會覺得哇，好厲害哦，你們可以源源不絕。不要，可是在跟你聊天的時候，我說真的
我都在吸收你的東西，所以當我有那種 input 的時候啊，其實對我來說，今天這一場對談就會讓我很飽滿。那個對我來說，我沒有。我並累的感覺，沒有累的感覺有些人聊完你就會覺得很累，就哇，因為你要一直想是很奇怪的切角或是什麼去吐你這樣，哇，就很累。其實這樣聊真的蠻放鬆的，節目屬性不一樣。對我可能主持自己節目的時候，我有自己一個人設，可那個人設也是我的另外一個面向。哦，對，懂你的。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很有趣，就是剛剛我們在講虛實嘛，然後我就前幾天在跟那個藝術家聊天的時候，為什麼會有那種癢癢的感覺？又是下體癢癢，對，下體癢癢的感覺，就是我要講的那個東西，其實是我覺得我如果趨近真相啊，我可能會退後。哦，我懂這個感覺啊，就是你們兩個真的很不是這對啊。就是對啊，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他沒聽懂。对啊，我說你們兩個這樣子就聽得懂哦。哇塞，你懂嗎？等一下，什麼叫趨近真相就會後？等一下，不是是解釋之，這個我沒有 get 到。沒辦法，我你們不愛解釋，對，我的就是聽懂就算了。等一下，我們還是有聽眾的吧？我心裡有聽眾啊。等一下，這是什麼內容？我其實某種程度上，我想要到達那個真相，可是其實，我的底層邏輯來說，我其實一點都不想要到達那個真相。就好像我常常會問人家說，對你來說，愛的定義是什麼？或浪漫的定義是什麼？我說真的，我覺得這個定義後面肯定還有意義。所以我的人生的追求其實完全都不是那個定義，其實是那個意義。而且是追尋那個意義或定義的過程吧，你享受的是那個過程啊。對，其實我是很害怕接近真相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可是我又很喜歡去接近，很想要接近那個，我有極大的慾望，可是我又接近那個真相的時候，我就會再退回來。我就一個注解，請保持。如果你們不做現在做的事情，你們會做什麼？可能會去修水電吧，我覺得。是對這方面是有興趣的之類的，我不知道啦，可能就跟我很敬仰，因为我覺得會自己動手修東西的人，我好羨慕。我可能會做某一種 technician， 就是很技術層面的事情。我是很容易會對修東西的人產生愛慕之情的，因為我做不到。就我覺得像比如說你做藝術創作、做創作，跟修東西本身是一樣的事情，是因為修東西本身也是一種創作。我就知道你要說這個，因為你修可以有不止一種方法可以把它修好，但那個本身也是需要你先理解這個它需要修的東西是什麼，然後再把它抽象化，然後再拿一個同樣抽象的東西再找到一個具體的東西，然後最後把它插進去，然後它就會好了。就差不多的概念，我覺得其實是差不多的概念。在最好的前提之下是因為剛剛那樣講，我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我覺得藝術這兩個字比較恐怖，或者說創作這兩個字很恐怖。藝術比較恐怖啦，就是因為後來經歷了這麼多就是運動之後，最後變成是什麼時候？最後變成什麼？只要你敢講，它都可以是藝術啊。就會經歷了這個階段嘛，講從那個馬桶放在美術館之後，小便斗放在美術館，就是變成一個藝術了之後，藝術這件事情就再也無法這麼，應該說就是它一直不斷的再重新被定義嘛。對，所以如果現在講說每件事情都是藝術的話，反而聽起來反而變得有點容易，就是你講了就算。那如果說到這兒，那對你來說，藝術又是什麼呢？我從來不敢去定義這件事，但不定義，但是你的想法、你的觀點會是什麼？我覺得是只要那一個作品，不管它是什麼形式，可以透過這個作品的這件事情跟創作者以外的另外一個人產生共鳴，我覺得它對我來說就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藝術作品。可是這樣講的話，好像其實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啊。對啊，那這樣又回到說，所以每件事情都是藝術咯，的確也可以這樣講啊。所以我才會覺得說，對我來說討論什麼樣的東西才叫藝術，對我來說現階段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我自己也覺得
現階段的創作也是我在摸索，到底這麼久的媒介 theater 這件事情，這麼久的媒介，從古希臘時代到現在，它經歷了這麼多年，大家還是對故事是迷戀的嗎？還是故事已經不重要了呢？或什麼什麼的？我覺得都還是在這個大的洪流裡面，持續去尋找我自己其實是什麼樣的人。因為我沒辦法跟嘛，我做不出來我不會做的事啊。我看一本書叫《編舞筆記》，它裡面有一段話，我其實印象蠻深刻的。他說：“我們永遠不可能做出來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所有你做出來的事情都是你知道的。”听起來有點泄氣，因為我們總是想要做一些我們沒有想過的事情。要創造一些，對，我要創造一個很偉大的東西。可是他有點劈頭就跟你講說：“醒醒吧。”這樣。那其實我是贊成那句話的，可是因為這句話也記憶到我，所以我要更努力的拓展我知道的事情，這樣我就有機會可以做更多我想要做的事。這樣，所以我會覺得說，現階段的創作對我來講，我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想辦法讓自己的人生再更精彩一點吧，更有趣一点吧。這樣我的這個資料庫就更大了。我以後創作出來的東西就會是我知道的東西，然後這些東西或許有機會可以讓更多人有共鳴，或是可以 reach 到不同的觀眾，或者是說，這樣聽起來都會有點實際啦。可是其實，因為我每個階段也都在變嘛，所以其實像這次的戲，我就覺得它可能會有一點冷門。為什麼？因為它不是那麼傳統的有這個什麼英雄的 journey 啊，然後它也沒有那麼有戲劇性的說啊，最後愛人在一起會這樣重逢啊，沒有。我覺得它反映了我這個階段看待感情。說感情嗎？就關係這件事情，這樣子，它就沒有那麼傳統啦。對 ，OK， 所以你現階段看待關係，就是你剛剛提到的純粹。對，純粹很重要。其實這個戲裡面做了很多的討論，是說也蠻像我們之前講，就是所有的成規在那裡一定有它的理由。例如說，戲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寫？因為大家看到他們難捨難分，最後重逢，那個滿足感就會有。所以大家一定會想要看到他們重逢的，所以你給我寫一個 fucking 愛情故事，就最後這兩個人沒有在一起，你到底在想什麼？就是會有這種討論。那另外一個聲音就會是說，可是你為什麼會覺得那個人就突然，前面有一個很大的議題，就是你們生命當中有沒有人是突然消失在你生命裡面，突然不見，你聯絡不到的？有，好多，很多。那當然，那有些人可能本來平常就沒有在聯絡，可能就沒有這個感覺。但是有些人可能對你來說是有一定程度的意義，重要的，不敢說最重要，但是是重要的。他真的就不見，他說不見就不見。對，有。我其實對於這個感覺很有感，我就覺得說，現在這個年代還有什麼人是找不到的？有，還真的有找不到，還真的找不到。他刻意躲起来，你真的对找不到，不想被找到的人就是永遠找不到。然後就是有這樣的一個人，你可能上一個月還跟他 WhatsApp 聊得很開心或什麼的，突然間就消失了。他一個號碼不見了，你再也聯絡不到，你真的完完全全不知道這個人在哪裡。我就會開始往裡面鑽，我就不曉得這個人為什麼會突然不見，他發生什麼事情或什麼的，有的沒有的這些事。然後我就進一步去思考說，的確有可能在這個戲裡面了，有一段愛情的關係，他真的會突然消失。但他消失不代表他不愛你啊。可能很多人到這邊就已經很難理解了。你愛為什麼不跟他在一起？你愛本来就應該要釋出你最大的努力，跟那個人勇敢的克服一切啊，然後在一起啊。這不合理，對，不合理。這樣，可是現在對我來說，離開或者是甚至講過分一點，逃避，不代表他不存在，沒有努力啊，不代表他沒有為這段感情努力啊，也不代表他比較不痛苦。這樣，我們看待別人的生活是如此的自以為是，我們是用我們自己的想法來詮釋別人呈現出來的面貌。我今天看你這樣子很悠閒的坐在這裡，然後打扮得漂漂亮亮，很優雅的喝個紅酒，我對你的印象是什麼？啪，直接過來。這是多麼暴力的一件事情啊！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所以我覺得在戲裡面的那段關係是，我就會很想要去故意的不做這件事情，因為我覺得有些人他喜歡戀愛的感覺，他不想要在一起啊，他只是想要感受到被愛，可是他沒有要愛，但也不代表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那個愛是
不存在的，它就是真實存在，當下是存在，當下是存在的。然後所謂的愛這件事情也不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結局吧。例如說，就是完整的結局啊，或怎麼樣。這對我來說，像這是在戲裡面，我就試圖的想要用2首歌來傳達我對於某一種關係的想法。那例如說，在這次戲裡面最後的一首歌，我選了一首歌叫做 I Wish You Love。那個歌詞其實很簡單，它就是說我希望在春天的時候送你一隻鳥，讓它可以唱出你心裡的快樂。然後夏天的時候給你一杯檸檬汁，讓你能夠享受仲夏的清涼。然後秋天怎麼樣，冬天怎麼樣，我知道我們是一輩子不可能在一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夠繼續去愛。那我對於這一種愛，這一種你可以說它是放下也好，或者說你可以說它是一種更寬廣的、更敞開雙臂的去祝福別人的這種愛，是我現在比較迷戀的，是我現在比較向往的。因為我覺得有太多時候，有太多我們沒有辦法看到或無法理解的原因，讓2個人不能夠在一起。那我覺得真正能夠愛一個人最好的方式，其實永遠是祝福啊。這就回到一個問題，就是純粹。就我發現我檢視我到底愛不愛一個人，是他一件好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的時候，我是不是真心真的替他很開心，我真的希望他過得好好。因為仔細想想，我們其實沒有那麼想要每個人都過得那麼好。有些人過得很好，你是會不高興的。你是會，我懂。你的第一個時間會嫉妒，對，你第一個時間就是說，對，還是會有一些黑暗面的。我眼不差啊，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對，可是有些人你打從心裡希望他好，真的希望他好他越好，你真的很開心。這個我就覺得也是一種純粹。所以我每次擁有那個感覺的時候，我都很開心，因為這個感覺不是自己去找的，而是說真的有一件事情發生在我身邊一個人的時候，然後我發現我好像比他還開心的時候，我好像是用這種方式來檢視我有多愛這個人。我現在會有一個腦會抽出來看這件事情，這樣。所以這是在這個戲裡面就會有對於這種關係啊、結局啊，或者說對愛的開放。擁抱、放手、放下，有一個討論了，這樣。你剛剛在說的時候啊，我就突然有一些很莫名的、很粗略的感觸啊，應該是說，我突然發現人其實是仰賴着希望在活着的，可是我們通常都怎麼說？沒有意識到，其實是我們是仰賴這件事情。我們都覺得我們自己是非常絕望在活着，可是其實我們的底層是因為有那份希望。就好像觀眾為什麼不喜歡看到這樣的結局？因為他想看到希望。你知道這種，它是一種很矛盾的心情。像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說，我其實。在這樣子的虛實之間的流動，我想要追求的一種絕對性。我記得以前有一個長輩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如果這個世界上都是相對的，絕對會有絕對的事情，那個是你的信仰。”但我就發現很多人其實他是怎麼說？他們沒有去他們不會去追求這種絕對性。他們是活在相對裡頭的。可是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他們活在這個相對裡頭，站在絕對性裡面。這是很奇怪的畫面，你不覺得嗎？忽然變成這個相對的代表，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後我常常想不通這件事，到底為了什麼要這樣？那你不覺得你自己快窒息了嗎？就換個角度來講，就是你活在一個道德建構的世界裡面，然後你忽然化身成道德的代表，但是其實你沒有你自己的想象跟你自己的慾望，
在這裡面之類的。我之前蠻常問人家，就是因為有一個雕塑作品，它就是那個童年是生命的底色嘛。童年是生命的底色，对，那個雕塑作品是這樣。但是我現在想問的是另外一種問題，就是說，你人生走到現在，你會覺得你自己是什麼顏色？你的底色是什麼顏色？應該這樣說。當然後面不一定嘛，這樣。但是我想要知道說，你到現今 at this moment 就這一秒，你坐在這個地方，你想象你自己是什麼底色的人？底色是可以有很多的形容詞的，它不是一定要一個實際的顏色。對，沒有，你可以用畫面來形容，或者是什麼都可以。其實我第一個直覺是混濁，混濁啊，对，底色是混濁。我第一個直覺就是混濁，可是那個混濁的。不管那個界面是什麼，但是那個混濁有一個地方它是極度明亮的，可是就是在一個角落，這樣子，有一個角落是亮的 ，OK， 剩下完全潔白明亮的，然後剩下的都混濁，剛第一個閃過的畫面是這樣，而且是在水裡面，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那個界面是在水裡面，可是那個亮起來的地方是在水面之上，這樣子。這可以解釋他剛剛那個糾結的事情，就是很多，大概就這個答案了吧，我覺得，我其實蠻慶幸還有很多事情可以糾結的，因為就像你講的，如果我真的，我有時候反而會很怕自己想太開，因為我現在這個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對，不能想太開，因為我後來真的越想越開，我覺得很不行。所以我知道了，如果現在你還想不開的話，其實應該你要去做創作性的類型的工作，你就會覺得好很好一點，是不是？如果你現在就譬如你大部分時間人生都處在一個想不開的狀態的話，對啊，說不定做創作性的工作就會你會覺得哇，源源不絕的創意，真的。超棒！這個概念不錯你看所有的脫口秀喜劇演員都是生活都很慘的，這樣講沒禮貌。可是就是因為有這些材料啊，他才有辦法翻轉之後多麼的有趣，多麼的荒謬，對，多麼的精彩，对，這樣。所以其實我覺得宇宙跟上天真的有給每一個人他的一個課題啦。所以我會覺得說，此刻你面臨到的困難跟障礙，的確他很痛苦，但我相信絕對有一個最適合你轉化它的方式，然後加油，我們努力的找到它，這樣。那我最後想問你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剛剛在說的，就是絕對跟相對。你覺得你是一個絕對的人，還是相對的人？天哪！沒有，你這個問題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從前會有人會說，你覺得你是一個理性的人還是感性的人，對不對？然後我記得我的回答都是，我的回答都是。我是理性的人裡面最感性的那一個，這樣。OK，就是太極裡面一定有黑跟白，就是黑裡面有白，白裡面有黑。理性的裡面最感性的那個，對。其實這是一個我的西亞的朋友給我下的注解，然後我很喜歡，這樣，因為。我也不好，因為我們是非常在英國念書的時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後就是朝夕相處或什麼的，然後我們後來去他家度假什麼，就某一天他就突然就是他突然有一個覺醒，他就突然跟我講說，覺醒，對啊，他就跟我講說，他覺得我在他心目中是一個這樣子的人，因為可能是因為我剛剛講說啊，我沒辦法，我就是一個超感性的人啊，我幹嘛，可是其實在他的眼中，我其實是很理性的，但是是理性的裡面最感性的那一個。所以如果回到你剛剛那個絕對跟相對，如果你從前問我的話，我會想都不想，就是說絕對，因為我沒有辦法忍受中間地帶的這樣，但我現在的回答就不一樣，對，我是絕對裡面最相對的那一個。